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精神科医生和田秀树老师所著的《为什么温柔的人人生总是顺利的科学》这本书。当您表达温柔时，大脑中会分泌出血清素、催产素、多巴胺等神经递质，有助于身心健康。而这种舒适感也会为您的日常生活带来良性循环。不过，生活环境中也充满了容易让人遗忘温柔的因素，像是经济压力，会剥夺您体贴他人的余裕，让您不得不优先考虑自己。于是，整个社会就弥漫着一种紧张冷漠的氛围。您对别人温柔，这份温柔最终也一定会绕一圈回到您身上。而且，被温柔的人们包围的环境，拥有让人生变得顺利幸福的巨大力量。一旦人生开始顺利运转，你也会更有余裕去给予别人更多温柔，如此一来，幸福感与人生满意度都会急剧上升。您觉得自己是个温柔的人吗？如果您无法立刻自信的回答是，那一定要看完今天这段视频。毫无疑问，这会大大改变您的人生。当您被温柔的人包围，生活中也会发生很多美好的事情。当美好的事情变多，人生就会开始顺利运转。而人生一旦顺利运转，你也就能更自然地对别人付出更多温柔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全力变温柔，揭晓为什么温柔的人人生总是一帆风顺的秘密；第二，能让人生一切顺利变成温柔之人的奇迹习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全力变温柔，揭晓为什么温柔的人人生总是一帆风顺的秘密。先告诉大家结论：温柔的人人生就会开始顺利运转。所以如果您现在觉得人生好像不太顺，或者最近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，感到烦闷，不妨试着成为一个温柔的人。如此一来，所有的齿轮都会慢慢开始顺畅转动。此外，现在也有很多人感到心理不稳定，或者身体状况不好，心情总是闷闷的，人际关系也不顺利吧。对于这些烦恼，解决方法其实也完全相同，那就是变温柔，就这么简单。如果您能比现在更温柔一些，精神状态将达到史上最佳，身体状况也会变好，人际关系也会比现在顺利得多，人生的幸福度和满足感都会迅速提升。事实上，对别人温柔带来的好处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，因此也希望大家能透过这次视频和我一起成为一个温柔的人。首先，来和大家说明一下温柔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人，他们共同拥有的5个特点。特点1，不期待回报；特点2，怀着敬意与他人相处；特点3，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；特点4，不会因对方身份不同而改变自己的态度；特点5，能够与他人一同分享幸福。当一个人拥有以上这些特质时，我们往往会觉得这个人真温柔，真想和这样的人在一起。而且能够对他人温柔的人，也同样能够温柔对待自己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。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自我慈悲这个词？它的意思是对自己怀有温柔善意的心。研究发现，那些擅长自我慈悲的人，往往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过得更顺利，心理状态稳定，身体状况也会更好。此外，真正温柔的人也有勇气拒绝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因为他们清楚，牺牲自己逞强式的临时善意是无法长久维持的。正因如此，这些人才能始终保持真正的温柔。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渴望被温柔对待，但现实中要做到温柔待人却并不容易。本书作者和田医生作为精神科专家，从精神层面出发，深入解析了为什么我们想变温柔却做不到，以及如何具体成为温柔的人的问题。和田医生长期以来接诊了大量患者，他发现能温柔待人的人，无一例外，心理状态都很稳定。正因如此，作为精神科医生，他特别关注温柔这个主题。现在科学研究也已经证实，当我们对他人温柔的时候，大脑会分泌血清素、催产素、多巴胺等神经递质，
对心理和身体都产生良好的影响。比如在电车上给老人让座，或是帮朋友一把，那种做完好事后心情变好、内心温暖的体验，大家肯定都有过吧？其实我们人类的大脑，从神经科学角度来说，就是设定好一旦善待别人，自己也能感受到幸福的结构。因此，如果你想获得幸福，方法非常简单，只要对别人好一点就行了。说起来真的很简单。原来想要幸福，并不需要高级公寓、名表或豪车，而且温柔的人还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各种正向循环，身边会聚集起相处舒服的人，更容易获得他人的温柔对待，更容易得到他人的信赖，能减轻日常压力，心理稳定，日子过得轻松愉快。温柔的人真的能获得非常多的好处。不过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却处在一个很难对别人温柔的社会。如今整个社会氛围紧张压抑，大家为了自保，变得容易只顾自己，顾不上关心他人。也正因如此，越是这种时代，温柔的人越是珍贵，价值也会越高。尽管如此，即使我们内心想着要善待他人，也常常会遇到让人心灰意冷的时刻。比如明明帮了别人，对方却反应冷淡，在电车上让座，别人一脸理所当然，或者说我还不老直接拒绝，花了心思帮别人忙，结果对方根本不感激，甚至一脸无所谓。只要遇到过一次这样的经历，往往就会心里不舒服，甚至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善意，心想对别人好也没用啊。这种负面体验正是我们无法对人温柔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很多人曾有过对别人好，结果对方什么反应也没有，连一句谢谢都没有，慢慢的就觉得算了，还是别对别人好了，自己吃亏，于是逐渐对人心冷淡，最后甚至会被说成是冷漠的人，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作者指出，这是因为我们在无意识中对自己付出的温柔，期待着某种回报。虽然嘴上说是为对方好，内心却多少希望别人高兴、感激、称赞，有时甚至期待我会一辈子记住您的好这样的过度反馈。一旦没能得到这些，内心就会觉得他好像也没多高兴，真是白费力气了。然后慢慢对温柔这件事感到沮丧和失落。比如说，欧美人有给予与回报这句话，基本上他们认为如果自己不去付出，就不可能有回报。他们的观念是，自己什么都没做，对方基本也不会主动为自己做什么。同时，即便自己为别人做了什么，也不会过度期待别人表达感谢。如果付出后得不到任何回报，他们会认为是自己判断有误，责任在自己，而不会去怨恨对方。相比之下，日本人则常常在内心某处偷偷期待着，如果我对别人好，别人就该给予我相应的反应。所以，哪怕对方并无恶意，只是没有表现出自己期待的反应，自己就会觉得我都这么好心了，居然被辜负了，从而产生受伤和被背叛的感觉。久而久之，原本善良的人也会因此慢慢变得不再善良。正因如此，在对人好时，绝对不能抱有回报心理。之所以会感到疲惫，就是因为总在期待回报。其实如果不求回报，单纯去对别人好，自己会非常开心。这本身就是一种让自己受益的行为。重点在于，自己一个人满足于内心的愉悦就好，不要去期待别人回报，否则就容易觉得自己吃亏了。作者本人也说，自己很喜欢请别人吃饭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因为请客这件事会让自己心情很好，单纯觉得请客很开心，不求回报，只是为了让自己满足而已。对人好的时候，也应该是这个心态，满足于那份内心的愉快就行。毕竟我们的大脑本来就是在对别人好的时候，会分泌让人快乐的物质。所以，请大家试着把焦点放在我做了件善事这件事本身上，然后感受这份快乐就好了。另外，前面也提到过，
要想幸福，就必须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，而要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就必须学会善良，对别人好。确实，世上总有一些不好的人，性格差的人，偶尔也会遇到那些即便您对他好，也不懂感恩的人，甚至可能被亲近的人背叛或者被骗。但这时候，千万不能因此对人际关系失望。别忘了，世上虽然存在坏人，但他们终究是少数，大多数人其实本性是善良的。所以，哪怕偶尔在人际关系里碰壁，也要告诉自己，只是碰巧遇到这样的人，自己今天运气不好罢了，就当做个教训忘掉吧，继续保持自己的善良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能让人生一切顺利变成温柔之人的奇迹习惯。那么，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个奇迹习惯，就是投资健康，为自己创造余裕。其实，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，但现实中，我们却很难真正做到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没有余裕。这是很自然的事。当自己身处痛苦、疲惫、压力重重的状态时，要去对别人温柔，本来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。想要对别人好，前提就是自己得有余裕。这里所说的余裕，可能是时间上的、经济上的，但最重要的是身体状况良好的余裕。很简单的道理，如果自己身体不舒服，根本就没心情去关心别人，更谈不上温柔。而如果身体健康，心情愉快，精神状态积极，我们自然就能主动去关心别人，体贴别人。所以，想要成为温柔的人，投资健康，保持良好状态，是非常重要，甚至可以说是最关键的方法。举个例子，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，根本无法温柔待人。睡眠不足会严重影响人的情绪和心态，所以保证充足睡眠，其实是成为温柔之人的最基础条件。睡不够的人容易焦躁，身体不舒服，情绪波动大，又怎么可能温柔得起来呢？所以好好睡觉，调整身体状态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当然，规律的饮食和运动同样重要，它们不仅有助于调整身体状态，也直接关系到您是否能有余裕去对别人好。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吃点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也很有效。只要有一样能让您幸福满足的小爱好，您的心情就会放松，内心的余裕就会慢慢生出来，自然也能对别人更温柔一些。比如作者自己就说过，吃好吃的东西，喝好喝的红酒，开上新车会让他觉得幸福。光是这样就能让自己心情变好。其实人类本质上就是很简单的生物，所以请您一定要记住，没有余裕的人是绝对无法对别人温柔的。如果您想成为温柔的人，首先要学会给自己创造余裕。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个奇迹习惯，就是把一切好事都当成自己运气好的结果。作者说，他自己不管工作顺利还是遇到什么好事，都不会因此自信满满、自以为是，而是告诉自己这只是运气好而已。比如说，他能考上东京大学医学部，并不是因为自己聪明，也不是因为多努力，而是因为碰巧遇到了一套高效的学习法，纯粹是自己运气好。我们能平安无事过好每一天，也是因为身边有人帮助，因为命运安排的好，而绝对不是凭自己实力就能搞定一切。其实人生中所有的事情，运气都占着很大的比重，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坦然接受自己运气好这件事，心怀感恩，不要自负。反过来，那些总觉得自己是靠努力拼出来的，全凭自己实力熬上来的，往往就容易对看起来不怎么努力的人态度冷漠。但实际上，所谓看起来没努力的人，往往背后也有各种不得已的理由，或是他们在别的地方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守护。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，只会破坏人际关系，没任何意义。即使您处在优越的环境中，认为这不过是自己运气好而已，其实非常重要。要明白，自己能够走到今天，并不是凭借一个人的力量，
而是因为自己运气好。如果能这样想，就能对那些努力不够或者看起来不怎么努力的人也温柔以待吧。现今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，曾在公司入社考试时，必定会问应试者：您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吗？因为能够认为自己幸运的人，不会高估自己的能力，能以谦虚的态度去面对各种事情，也能用积极的心态去迎接各种挑战。因此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，实际上只录用那些回答自己运气好的人，而且觉得自己运气好的人，对身边的人也会更加温柔。他们不会自负，不会俯视他人，也会因为心里有自己独自得到好处，多少有些过意不去的心情，而不以傲慢的态度与人相处，反而能以谦虚的姿态面对别人，自然就能变得更温柔。大多数人容易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是我努力的结果，是靠自己的实力，但实际上，根据最新研究表明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多数人之所以成功，说白了，就是因为运气好，单纯是因为运气好，才获得了成功，也因为运气好，才有可能过上比别人更加宽裕的生活。这已经被研究证实，而最新科学也进一步说明，成功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运气，当然努力也有关系，但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还是运气。另外，意识到自己运气好还能培养出感恩之心。研究也指出，感恩会引发积极情绪，并促使人们对他人表现出亲切善意的行动。当您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，很被眷顾，感恩的情绪就会油然而生，自然也就更容易萌生出想把这份好处也带给别人的想法。接着第三个奇迹习惯，就是先对自己温柔，满足爱自己。想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，首先必须学会爱自己。有句谚语叫做有钱人不争吵，其实这在心理学上也说得通。富人不争吵的理由有两个，一是他们理性判断，争吵毫无生产性；二是因为生活无忧，心里有余裕，情绪稳定。特别是第二点，心里有余裕，极其重要。因为有钱人正是由于内心富足，所以不会去争吵。如果一个人长期为金钱发愁，就容易焦躁、烦闷，对他人变得冷漠。而如果过着远离经济困扰的生活，精神状态自然安定，内心充盈，也就能温柔待人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也可以说是因为富人爱自己被满足了，所以才对别人温柔。所谓爱自己，不光是自己能够爱自己，还要能感受到自己被他人所爱。在现代精神分析学中，认为那些从小受到父母充足关爱的孩子，或者从小常被称赞、肯定的孩子，爱自己会更容易被满足，而且随着年龄增长，爱自己也会逐渐成熟。当爱自己成熟后，人便能将爱意给予他人，因为爱自己被满足，就能对别人亲切、温柔，也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喜爱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。反过来说，如果爱自己未被满足，想法容易变得消极，内心缺乏余裕，就更容易对他人苛刻。想要满足爱自己，首先要学会关注自己好的一面。我们常常忍不住总是盯着自己的缺点，否定自己，但其实每个人身上至少都有一个优点，要去好好的认可并表扬自己。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没有关系，哪怕是一点点小优点，也请自己肯定自己。这就是学会接纳自己的第一步。请主动去发现自己身上的优点，并认真给予肯定。相反，若总是用否定的眼光看自己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那是完全没有任何好处的。因为无论怎样，您都无法逃离自己的一生，您永远只能以自己的身份活下去。如果身边的人不愿意夸奖您，那就由自己来发现自己的好，自己表扬自己吧。仅凭这一点，也能有效提升自我肯定感，培养出对自己的爱。即便别人不夸奖您，自己也要好好表扬自己。这并不是自我陶醉，而是一种能通向自我关爱的正面行动。
另外，寻找自己的优点，也是培养爱自己的好方法。哪怕是再小的一点优点也好，只要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长处，自信就会随之而来，心情也会宽裕许多。虽然如果说是工作、学习、运动之类的，门槛会比较高，但像是厨艺很好、字写得好、穿衣搭配有品味、很孝顺父母等等，这样的小优点，也完全可以成为自己自信的源泉。只要能发现哪怕一件这样的好事，我们就能更加相信自己。同时，为了满足自己的自我关爱，也需要拥有被人夸奖、被人关注的体验，不断经历被别人认可、被别人喜欢的过程，能让我们获得更多自爱，也会让人变得温柔善良。所以，如果您能生活在那些积极认可您、真诚接纳您的人身边，自然就能被自爱填满，心也会变得更加温和。在您的生活中，也一定有那么些人喜欢您，觉得您很好，会夸奖您。把这样的人当作朋友、恋人，不仅每天都会更快乐，内心也能被自爱充实，从而成为一个温柔的人。把能够接纳您的人当作人生伴侣，也会让内心变得更加宽容，进而更加勇于挑战新的事物。接下来是第4个奇迹习惯，就是学会适当的向别人撒娇，依赖别人。说到撒娇，大家会联想到什么样的印象呢？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向别人撒娇是件消极不好的事吧。但实际上，会向别人撒娇，也能接受别人的撒娇，反而是维系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技能。想让人生更快乐，就得学会适当的依赖别人。所谓撒娇，本质上是对对方能满足自己需求的期待，而当这种撒娇得到回应时，内心便会对对方生出感激之情，彼此的关系也会更进一步。自古就有承蒙您的照顾这类表达，若能好好学会撒娇与接受撒娇，就能在互相体贴、互相依赖的良性互动中建立温暖的人际关系。那些不擅长撒娇的人，通常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无法坦率接受别人的好意，也缺乏耐心等待别人的善意。学会不过分强求对方，而是细腻感知对方的需求，适度的去回应、去体贴，正是维系良好关系的重要关键。比如，当对方希望被夸奖时，及时给一句赞美；当对方需要被安慰时，适时安慰几句。只要多一点点体贴，任何人都能做到。本来什么都能靠自己，这种想法就是个天大的误区。我们人类本质上就是一种高度社会性动物，不可能孤立地活在世上，唯有互相帮助、协作、依赖，才能真正活下去。一个人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，能适当地依赖别人，其实有非常多的好处。心理学研究也证实，懂得撒娇的人，人际信赖关系更牢固。我们总会下意识地认为不能麻烦别人，但其实人类天性里就有想为别人做点什么、想被别人依赖的本能。相信大家也都经历过，当自己用擅长的事帮到别人，或者有人依赖自己的时候，会感到由衷的满足和愉悦。其实，我们人类内心深处是渴望被依赖、渴望撒娇、渴望互动的。当然了，过度依赖是不行的，保持适度的关心和体谅是前提。但只要掌握好这个度，适当的撒娇和依赖，不仅能让关系更亲密，也能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轻松和温暖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觉得自己是孤单一人的时候，但只要哪怕有一个人是您可以依靠、相信的人，那么您就能从困境中走出来。依靠他人，能够缓解孤独感和不安感，让您内心被积极的情绪填满，心理状态也会变得健康。另外，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自我揭露这个概念吧？也就是把自己的脆弱、自己的困扰，坦率地向他人倾诉。通过这样的自我揭露，人与人之间的羁绊会变得更加紧密，这是有研究证实的。如果您能坦诚表达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巧妙地向别人寻求帮助，彼此的关系也会因此更进一步。人不是孤独一个人活着的，我们都是在相互帮助、相互扶持中生活的。所以别什么事都一个人硬扛着，
不妨从一点点小事开始，试着去依赖别人，练习依靠他人吧。接下来，我想介绍第5个奇迹习惯：不要被表面温柔的人骗了。如今社会上有很多表面温柔，其实内心冷漠自私的人。为了守护自己那颗真正温柔善良的心，我们就更要警惕这样的人，避免被骗。如果你遇到那种嘴上说的好听，表面装出一副善良样子，内心却腐烂透顶的人，被他们欺骗过一次，往往就会对人性失去信任。所以我们必须培养识破这种人的眼力。在当代日本，表面笑嘻嘻、态度谦逊的人，往往在人群中更受欢迎。正因如此，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多。但我们真正该看清的，不是对方那张表面温柔的笑脸，而是他实际做了什么，以及那些行为所带来的结果。不要光凭口头的承诺或模糊的感觉去判断一个人，而是要看清他的本质。世上那些嘴上说着都是为了你好，我全是为您考虑之类甜言蜜语、花样百出的讨好之人，数不胜数。尤其是在诈骗犯当中，这样的人更是多得很。但我们该关注的，从来不是这些空口的漂亮话，而是对方真实的行动。无论他说的再动听，如果他的行为根本不是为了你好，那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那些只会嘴上说好听话，实际上什么都不做，甚至言行完全相反的人，比比皆是。比如有人跟您说我很喜欢你，但最近太忙了，抽不出时间见您，结果却从不来找您。那这样的人，其实根本没那么喜欢您。如果真的喜欢您，无论深夜工作多忙多累，他都会想尽办法出现在您面前。还有人说我真的很喜欢您，可是太忙了，没办法回复您的消息。可如果真心喜欢您，哪怕只是简单的回个消息，花个20秒也能做到。不去做的人，就是没那么在乎您。就像这个例子那样，嘴上说的和实际行动不一致的人，是绝不能相信的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只有通过正确的判断和相互的支持，我们才能更好的前行，最终过上更加幸福和充实的生活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